您千万别以为当您咳嗽的厉害、喉咙干痒不适的时候，拼命的灌几大杯白开水就能舒缓症状，让身体更快好起来。哎呀，如果您也是这么想的，那可就得先停一下，听我跟您好好聊聊了。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来揭开一个您可能从来没想过的残酷真相。这种您自以为是的好习惯，这种为了护嗓而猛灌白开水的行为，其实很可能正在偷偷的延长您的呼吸道感染，让您的身体康复得更慢，反而让喉咙更不舒服呢？是不是听起来有点颠覆认知，甚至觉得我有点危言耸听？但事实就是如此，这背后可是有很深的原因呢。您是不是也好奇，为什么从小到大我们都认为多喝水是好事，到了咳嗽的时候反而可能帮倒忙了？别急，我会把来龙去脉跟您说得一清二楚。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先问问屏幕前的您，平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身体小状况呢？欢迎在留言区打出您的真实感受，我们一起交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看似健康的习惯反而成了我们恢复健康的绊脚石呢？其实啊，这得从我们呼吸道的运作机制说起。您可以把我们喉咙到气管这一段呼吸道内的黏膜想象成一层非常薄但是又很有弹性的保护膜。这层保护膜上覆盖着一层黏黏的液体，我们称之为粘液或者痰。这层粘液可不是简单的液体哦，它里面富含了各种蛋白质、电解质，还有抵抗细菌、病毒的免疫物质。它不只保护着里头的细胞，还像一个粘性的筛子，能把我们吸入空气中的灰尘、过敏原，甚至是病毒和细菌都牢牢地粘住，不让它们跑到身体更深的地方去捣乱。同时，这层粘液还能保持我们呼吸道湿润，让喉咙不至于干涩。但是，当您咳嗽的时候，喉咙感觉干痒，您就咕咚咕咚的大口灌下好几杯白开水。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些纯净的白开水虽然暂时让您的喉咙湿润了一下，但它很快就会被我们呼吸道的黏膜吸收。你想啊，普通的白开水它就是水，没有像我们身体粘液里头那些天然的电解质和蛋白质等成分。当大量纯水进来，就像您把一小杯浓稠带有营养的汤直接倒进了好几桶纯净的白开水里，是不是瞬间就被稀释了？我们呼吸道那层原本富有保护力的粘液就是这样被冲淡了，变得稀薄，甚至被洗掉一部分。这层被冲淡或洗薄的黏膜，它的保护力当然就大大降低了。原本它能有效地锁住水分，让喉咙保持湿润，现在水分更容易蒸发，黏膜下的组织更容易暴露在空气中，您就会感觉喉咙更干、更痒，甚至比没喝水之前还要难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跟我抱怨说，哎呀，我明明喝了很多水，怎么还是觉得喉咙像火烧一样，一直咳不停，好像还更严重了。道理就在这里了，您自以为的补水行为，反而让呼吸道的防线变得更加脆弱了。更麻烦的是，我们呼吸道里头有一种很重要的清洁工，就是那些细小的纤毛。这些纤毛会像小扫把一样，不断地朝着同一个方向摆动，把粘住了脏东西、病毒和细菌的粘液，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痰，往外扫，最终通过咳嗽或吞咽排出体外。但是如果粘液被大量白开水冲得太稀，它就会变得粘不住脏东西，也变得太滑，不容易被纤毛有效推动。就像您想要用扫把去扫一滩非常稀的水，是不是很难扫干净？它只会到处流淌，没办法集中。结果就是那些本来应该被排出去的病毒、细菌，还有那些发炎产生的废物，反而被困在了呼吸道里，没办法顺利排出，堆积在那里。这样一来，您的感染期当然就拉长了，喉咙的不适感也一直好不了，甚至可能引发更进一步的问题。那您可能会问，这样是不是就不能喝水了？当然不是，水是生命之源，适当的水分摄取对身体恢复绝对是重要的。
只是我们得改变一下策略，不是只喝纯粹的白开水，也得注意喝的方式。譬如说，您有没有试过在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慢慢的小口小口的喝一些带有一点点温润感，而不是纯粹白开水的东西呢？因为那些特别调制的饮品，它里面有些天然的成分，反而能帮助我们的黏膜更好的工作，甚至还能缓解发炎呢。那究竟要喝些什么才能真正有效的舒缓咳嗽，帮助我们加速康复呢？您看，除了前面提到的粘液被稀释的问题，其实普通白开水对我们喉咙的伤害还不止如此呢。它还涉及到我们细胞层面更深层的变化，那就是渗透压的学问。您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想象成一个个非常非常微小，但又很精密的小水球。这些小水球的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膜，叫做细胞膜，它像个守门员，只让特定的物质进出。而我们细胞里面呢，可不是单纯的水，它含有各种电解质、蛋白质和营养物质，让细胞液呈现一种特定的浓度。这就像一碗浓稠的汤，它的咸度、浓度都跟外界环境要保持一个平衡。当您大口大口地喝下纯净的白开水时，这些水进入我们的口腔和喉咙，接触到黏膜上的细胞，问题就来了。白开水里面的电解质含量跟我们细胞里头那浓稠的液体相比，实在是太稀薄了，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浓度。这时候，身体为了达到内外平衡，就会发生一个自然现象，叫做渗透作用。那些细胞膜就像一道智能的闸门，为了平衡内外浓度，它会本能的，而且是强制性的，把细胞里头原本储存的水分硬生生的抽出来，流向外面那些更稀薄的白开水区域，试图把外面的水给稀释，以达到平衡。您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海绵里的水被外界干燥的环境给吸走了一样，结果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的细胞反而会因为喝了纯水而变得脱水干瘪了。这些细胞本来是圆润饱满充满活力的，现在却像失水蔬菜一样蔫了下来，变得干巴巴的。您可以想象，当您喉咙的细胞都变得干瘪缺乏水分，它们还能好好的履行保护职责吗？当然不能。它们原有的防御屏障变得脆弱不堪，更容易受到空气中的刺激物、病毒和细菌的侵袭，就像一道城墙突然变得千疮百孔。这种因为渗透压差导致的细胞脱水，会让您喉咙的发炎反应变得更加严重，干痒和疼痛的感觉也就会更加明显，甚至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您感觉喉咙越喝水越不舒服。我有个朋友的儿子小李，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平时是个健壮的小伙子，身体一直都很好，很少生病。可前阵子不小心得了感冒，一开始只是轻微的喉咙不适，有点干痒。他从小就听家里长辈说，感冒了多喝水，所以一不舒服就觉得要拼命喝水才能好。而且他这年轻人做事比较急，觉得喉咙火烧火燎的，就想着喝冰水，能一下子把火气给压下去，立马就能舒服点。你想想看，他不仅大口大口的喝着普通的白开水，还专门去冰箱拿了冰镇的矿泉水，咕咚咕咚的往肚子里灌，一次就是一大杯。他以为这样能消炎止痛，能把感冒快点赶走。结果呢，您猜怎么着？他非但没有觉得好转，反而是越喝喉咙越不舒服，症状反而加重了。本来只是轻微的干痒，后来变成了火辣辣的刺痛，好像喉咙里被人塞进了一把滚烫的辣椒，吞咽口水都像刀割一样。而且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声音也开始变得非常沙哑，像个破锣嗓子一样，连跟人正常说话都变得很困难。咳起来更是撕心裂肺的，每一次剧烈的咳嗽都感觉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了，每次咳完都觉得胸口一阵绞痛，喘不过气。他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一检查就说他的喉咙黏膜已经充血发炎得很厉害了，还带着一些水肿，情况比一般的感冒要严重得多。
医生听了他的描述，马上就指出了他的问题所在，就是因为他狂喝冰水，而且是大量的白开水，导致喉咙黏膜的细胞因为渗透压失衡而严重脱水，再加上冰水对原本就脆弱发炎的黏膜产生了强烈的刺激，让炎症反应雪上加霜，加速了病情的恶化。小李自己也觉得很委屈，明明是为了想快点好起来才拼命喝水，结果却弄巧成拙，让自己的症状变得更严重，身体受了更多的罪。他躺在病床上吊着点滴，连续好几天都是半夜被剧烈的咳嗽和喉咙的剧痛给惊醒，根本没办法好好休息。那段日子真的是把他折磨坏了，原本1个礼拜就能好的普通感冒，硬生生的拖了快半个月才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次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喝水也不是你想怎么喝就怎么喝的，特别是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更需要讲究方法，不能只凭着感觉来，否则好心可能反而办了坏事。那么既然纯粹的白开水和冰水都可能帮倒忙，甚至让病情加重，那到底该怎么喝才能真正的滋润我们的喉咙，帮助我们对抗感染呢？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忽略的小细节和正确的饮品选择，它们能像给喉咙敷上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加速您的康复。那么既然纯粹的白开水和冰水都可能帮倒忙，甚至让病情加重，那到底该怎么喝才能真正的滋润我们的喉咙，帮助我们对抗感染呢？其实啊，我们身体在生病，特别是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它真正需要的不是您随手可得的白开水，而是一种更讲究、更有效率的有效补水。这种补水得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能补充电解质、滋润黏膜，甚至能促进排痰，而不是简单的大口大口灌水，反而把我们身体的保护机制给稀释掉了。您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聊到的细胞渗透压问题吗？当您喝下纯水，细胞会因为内外浓度不平衡而脱水，所以我们需要的饮品得是能跟我们身体细胞液的浓度更接近，带有适当电解质的。这样一来，水分才能真正的被细胞吸收和利用，而不是把细胞里的水分反而给抽出去。首先，最简单也最容易准备的就是温盐水了。您可能会说，盐水这不是用来漱口的吗？其实啊，在您喉咙不适时，小口小口的喝一点点温和的盐水，作用可不只是杀菌这么简单。适量的盐分大约是500毫升水加2到3克盐，也就是半茶匙左右。记住，浓度千万别太高，比生理食盐水淡一点最好，能帮助您的身体维持电解质平衡，让水分更容易被黏膜细胞吸收，达到真正滋润的效果。而且温热的盐水还能帮助稀释粘液，让那些粘在喉咙里的痰变得不那么粘稠，更容易被纤毛扫出来，促进排痰。再来就是一些天然的蔬果汁，或者市面上那些不含过多糖分和添加剂的淡电解质饮品了。当然，我们不鼓励您喝那些甜滋滋、颜色鲜艳的运动饮料，因为高糖分反而可能加重炎症。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像是把新鲜的梨子、苹果打成汁，加一点点温水稀释，或者泡一些温和的洛神花茶、菊花茶，这些都含有天然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助身体补充电解质，同时提供抗氧化成分，缓解发炎反应。记住，一定要是温热的，而且尽量是无糖或低糖的品质，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还有一种很多人忽略但效果非常好的补水方式，就是清淡的温热高汤，像是一碗热腾腾的鸡汤、鱼汤，或者是用蔬菜熬煮出来的清汤。它们不仅能提供身体所需的液体，里面还富含了天然的电解质、氨基酸和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成分能像给您身体注入一股暖流，帮助您补充能量，同时也能滋润呼吸道的黏膜，让它变得更强韧。
那种喝下去暖暖的、舒服的感觉，也能在心理上给您带来很大的安慰，有助于身体放松，加速康复。但切记一定要是清淡的，避免油腻和过多的调味，否则反而会刺激喉咙，加重不适。最后，大家都很熟悉的蜂蜜温水也是非常好的选择。蜂蜜天然的润喉、抗菌特性，能有效缓解喉咙干痒和咳嗽。您可以取1匙蜂蜜，用温水冲泡，慢慢的喝下去。它的粘稠质地能在喉咙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轻刺激。另外，如果您的身体能接受一点点温和的姜茶，也能帮助身体发汗，促进血液循环，对缓解感冒症状也有一定的帮助。但同样都必须是温热的，而且小口小口的喝。您看这些饮品的共同点，除了能提供比白开水更丰富的电解质和营养，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建议温热的饮用，而且是小口小口慢慢的喝，这样水分和里面的有效成分才能充分的接触到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被细胞缓慢而有效的吸收，避免渗透压的剧烈变化，也不会对已经发炎的喉咙造成2次刺激。记住，在您呼吸道感染期间，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很强大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它最合适的条件和燃料，帮助它更快地清除病毒和细菌，让黏膜恢复到最好的保护状态，而不是用我们自以为是的好习惯，反而拖了身体的后腿。所以下次您在咳嗽、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千万别再傻傻的猛灌白开水了。试试看这些有效补水的方法，您会发现身体的回馈会完全不一样。当然，除了喝对水，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踩到的雷区，比如哪些食物是千万不能碰的，哪些看似无害的动作，其实也在默默地加重您的病情。下一次我再来跟您好好聊聊。那么，除了我们前面提过的喝对水，还有哪些我们居家就能做，又能真正帮到我们喉咙加速康复的实用撇步呢？其实这些方法不只简单方便，更能从不同面向来呵护我们脆弱的呼吸道。首先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但可能没用对的温盐水漱口。您可能会想，前面不是说喝温盐水吗？没错，喝是让身体从内部补充电解质，但漱口却是直接作用在喉咙表面的清洁与舒缓。您可以准备一杯温水，大约250毫升，加入半茶匙的海盐或食用盐，搅匀。每天早晚或饭后用这个温盐水漱口，每次大约30秒。漱口时，让水轻轻地在喉咙后方滚动，感觉它触碰到每一个不舒服的角落。盐水能帮助清除附着在喉咙黏膜上的细菌和病毒，减轻发炎反应，就像给喉咙做了一次温柔的大扫除。同时，温热的盐水也能缓解喉咙的干痒和疼痛，比吃喉糖还来得天然有效哦。再来是自己动手做一杯蜂蜜柠檬温水。蜂蜜的润喉止咳效果我们前面提过，而柠檬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剂，能增强身体抵抗力，还能帮助稀释粘液，让痰更容易咳出来。您可以取1到2匙的纯蜂蜜，加入半颗新鲜柠檬挤出来的汁，再用约200毫升的温水冲开，搅拌均匀后，慢慢的小口小口喝。这杯饮品酸甜温润，不仅能舒缓喉咙不适，还能给身体补充元气，让您感觉舒服很多。还有，别忘了我们大自然的馈赠，各种润喉茶饮。除了常见的菊花茶，您可以试试罗汉果茶或是彭大海茶。罗汉果有清热润肺、利咽开阴的功效，煮出来的茶带有天然的甜味，温和不刺激。而彭大海则是传统上用来清热解毒、利咽开阴的常用药材，对声音沙哑特别有帮助。这些茶饮用温水冲泡后慢慢的喝，它们的天然成分能温和的滋润喉咙，减少发炎，比那些加了人工香料的饮料要健康品质好上100倍。
另外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关键，就是我们居家环境的湿度控制了。当您咳嗽时，呼吸道黏膜会特别敏感和脆弱，干燥的空气只会加剧这种不适。您不妨在卧室里放置一个加湿器，把室内的湿度维持在40%到60%之间。湿润的空气能有效缓解喉咙和鼻腔的干燥，让呼吸道黏膜保持湿润，减少刺激，也让粘液不至于变得太干、太粘稠，更容易被排出。但切记，加湿器一定要定期清洁，避免滋生细菌，否则反而会带来反效果哦。最后，我想跟您分享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细节，那就是我们喝水的姿势。没错，喝水也有姿势。当您喉咙不舒服、干痒难耐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性的仰头，咕咚咕咚大口猛灌水。这样一来，水会很快的流过喉咙，对黏膜的接触时间短，还没来得及有效滋润，就进入食道了。正确的做法是，当您喝温水、温茶或温高汤时，请小口小口的抿，并且保持头部稍微前倾或平视，让液体温柔而缓慢地流过喉咙，像是给它敷上一层温暖的湿毛巾。这样每一滴液体都能充分地接触到发炎的黏膜，慢慢地渗透和滋润，达到最好的舒缓效果。这种细微的改变会让您的喉咙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舒适度。您看这些居家护理的小撇步，是不是都很简单易行呢？只要我们懂得这些身体的小秘密，用对方法，就能真正的帮助我们缓解不适，加速康复。当然，除了这些方法，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踩到的雷区，比如哪些食物是千万不能碰的，哪些看似无害的动作，其实也在默默地加重您的病情。下一次我再来跟您好好聊聊。那么，经过我们这一番深入的了解，您是不是也发现，原来我们从小到大深信不疑的多喝白开水治咳嗽，其实是个大大的误解呢？记住，在您喉咙干痒、咳嗽不适的时候，别再盲目的大口灌白开水了，那反而会让您的呼吸道黏膜变得更脆弱，拖延康复的时间。我们得告别这种无效的护嗓习惯，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比如选择温和的电解质饮品、温盐水漱口，或是滋润的茶饮，来真正滋养我们的呼吸道，加速身体的康复。只有真正懂得如何爱护自己，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健康无忧的晚年，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才是对家人最好的爱。如果您也认同健康才是晚年最大的底气，欢迎在下方留言区打上平安健康，让我们一起为自己和家人祈福。如果您还有其他困扰，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别忘了把今天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告别咳嗽困扰，拥抱更健康的生活。